Scientist。Hello， 大家好，我是 Betwet， 我是 Kenneth， 我是 Milo， 我们是三剑客。好，那在我们没有开始之前呢，麻烦大家帮我们按一按订阅的钮扣啦，因为我们发现到呢，观看我们影片的人呢，有87%是没有订阅我们的，所以拜托订阅一下我们啦，谢谢。记得是按订阅的按钮，不是按订阅的纽扣哦。OK， 好，那今天呢，轮到我来介绍了。那其实我今天要推荐的歌曲呢是华晨宇的歌，我们已经很久没有看华晨宇了，对不对？是，所以我今天就要选了他一首歌。那我们呢到底在念华还是念华？讲真，我们一直在纠结，然后很多人也跟我们讲又华，然后很多人讲是华，可是他们又讲其实华晨宇自己都念华，然后又有人讲念华，哇，好乱啊！所以我们就念华晨宇吧。我叫花花，其实花花啦，叫花花，所以我们叫花花。那花花的歌呢，讲真，其实我本来想react 的那几首歌，我们在马来西亚这边 upload 上去会被 block，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好像假行声啊，我们在想办法去解决。所以我今天选的歌都不是花花的火星 ET 们介绍的，那我选了这一首是非常冷门的。癌症的癌，那我觉得这首歌不知道会不会有人看，因为这首歌非常的非主流，非常的实验性。然后我记得说，这首歌其实在去年我们马来西亚的面子书上面其实有人 share 过。你们有看过吗？可是 share 一个很萌的演唱会版，而且几十秒罢了的。其实当时我听了这首歌，我有点震惊。我就以为是这么，就没有去找整首歌来听，当时还不是很认识华晨宇，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个完整版的《Let's Go》。
哇，我先讲，是你们先讲。我们要开麦哦。开麦啊！我先讲了，因为其实我们3个其实还算蛮挺这种这样类型的音乐跟歌，当然 Milo 应该是听最多了，阿伟应该是排第2多了，我应该是比较少的。但是因为我本身有帮很多的舞台剧啊做音乐啊，然后就是我自己在做音乐的时候，我很喜欢做这些音乐的。为什么？因为还没有公式啊，你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然后你要表达的东西，你喜欢怎么样去做，然后你就可以做得到的那种感觉。当然，他的那个。花春雨在做的这种，不是我们都有听过这样子类似的表演的，那种甚至 Beyond 也做过一些，可是 Beyond 的可能比较它比较接近 Beyond 的感觉，我觉得。当然，它声音呈现上不是，可是它的音乐性的那个感觉很像，就是电影然后重拍的东西，然后在那个电影很单调、一直在 repeat 的音乐当中，它是用它的声音去呈现，带你去进入了一种状态，然后让我们尝试去理解那个状态，就是透过声音，而不是透过歌词啊，不是透过很优美的东西，而是直接撞击进我们的灵魂深处，这样子去感觉。那么这首歌叫《癌》，我自己感觉上它可能是一种如果讲明白一点，应该就是得了癌症这种很痛苦的那个过程，而这个很痛苦的过程，其实我们有时候很难跟别人去形容，可能我们自己也有很痛过，或者有生病过，就是那个很痛苦的过程，我就算是怎么样形容，我觉得也是形容不出来的，歌词字是形容不到，那唯有用这样子的声音，用呐喊，用嘶吼去表现这种感觉。那么在线上很多流行音乐的艺人，其实没有多少个敢这样子做，不是说他们不会哦，而是没有多少个敢在演唱会做这样子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华晨宇他本身，当然他音乐就是很有才华的一个人，然后他可以很忠于自己想要去呈现这样子的音乐，我觉得这是很值得去赞赏的一件事情哎，我非常喜欢这个表演哦。喂，因为 Kenneth 说我们做舞台剧，我们做艺术，其实都会接触一些类似的歌，比较前卫、比较非写实的歌曲。然后这一首歌真的很非写实。OK， 何谓呢？第一，它没有歌词，它就很不写实了。它全程用它的声音跟呐喊音、声音去唱这一首歌。然后它的编曲是很不主流的，你可能听不到一个副歌的旋律，听不到一个 verse 的旋律，你只听到一个很重复性质的旋律，然后又很重复性质的那一些鼓点等等等等的，然后我觉得它不像 Beyond 啦，我觉得它比较偏于 Diamanda 跟 Meredith 的那一个是 Meredith Monk 的那一种唱法，就是你会听到很喉咙式的那个声音出来，然后里面很多的那一种类似 staccato 又不像 staccato 的那种的那一种，可是它又不是原声态唱法，它就是一种唱歌的技巧，你听起来好像一种怪兽在叫或者是在呐喊的那一种感觉。然后我想说的是，其实很多这种非主流的歌手，他们的vocal 是很厉害的。你可以看他刚才这样子的歌，可能有一些人会觉得他 short 的神经病的，不懂在搞什么鬼，在台上乱喊乱叫。可是其实你看他怎么样去用他的声音去表达，同时他是控制的，他不是乱喊乱叫。如果他是乱喊乱叫，他唱完这个歌过后，他声带就受伤，他怎么继续演唱会下去？然后是我就觉得很多主流的歌手其实真的是没有办法唱这种歌。第一，你要他模仿，他可能可以模仿，可是他唱不唱得出这一种歌的精髓，这种歌的生命，那是一回事。第二，他们的歌唱技巧有没有办法唱得到？所以其实我真的是还蛮 impress 花花他唱这一首歌的啦。他首先从表演的角度来看呢，他整个坐在那个椅子，配合服装、造型、灯光，整个我就觉得非常有画面感，非常的前卫。然后配上他的那个歌唱我就觉得他就是一个很完整的非写实表演，这样子咯。
首先这个表演应该是我最喜欢的华晨宇的表演。虽然我知道花花很有才华，唱了很多很大爱啊，很多主题啊，然后很前卫、很实验性的。可是因为我从小到大就是喜欢怪怪的声音的一个人，所以我也是到处全世界收集很多古灵精怪的声音。那就比如说这一些人啊，这一些都是其实是我非常欣赏、非常喜欢的一些声音的艺术家。当然，像刚才你们有提到的 Diamanda Galas， 还有一个其实 Sangko Namchela， 图瓦的一个女歌手，她其实花花的比较接近他们两个的这种喉咙呐喊式的一种唱腔，还有一个是 Fatima Miranda。那我记得去年在 Facebook 也有朋友 share， 然后有 tag 我。关于这一个几十秒的这一首癌的表演，我看下面的留言几乎都是在笑的，就是都在取笑，就是一般的留言啊，就是说乱喊乱叫也可以当歌手啊，什么什么。那其实因为我自己本身因为研究这种用声音呈现的歌曲是20-30年了，然后我就觉得这些人他们听不明白，太肤浅了。所以当然我没有觉得我自己很高深。那我觉得说，因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子去呈现？而且我们讲真，华语乐坛相对的对跟欧美西方的来比是相对的保守很多的。然后花花可以去他自己创作的这首歌，然后去用这样子的方式去演绎癌这一个东西，那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大胆，非常的创新。当然可能国外几十年前已经有人在做了。那当他到底，我觉得声音对我来讲啊，我自己的想法，当然也是因为我受一些很多的实验性的歌手的影响，就声音是一种传达的工具，它不只是用来讲话，不只是用来沟通，就是语言上的沟通，它其实可以做很多的不一样的。去探索到声音可以不一样的呈现方法，像今天他没有任何的歌词，可是他的这个癌的这个展现哦，是我完全可以接受得到，而且这是我听华晨宇这么多歌以来最多鸡皮疙瘩的一次。他们一次的时候我就哇又来了，然后就弄到我的全身都在麻这样子。他让我想起。我又要介绍了Diamanda 这2张专辑 ，OK， 因为Diamanda 是他有一段时间是讲艾滋病 ，OK， 所以他的这些专辑是纯人声的呐喊，跟他各种不同人声的展现，去讲述、去表达艾滋病。所以当华晨宇这首讲癌，我觉得说哇，透过声音让我们其实不需要唱太多，我们就可以通过声音知道癌症或者癌这个病毒是多么的恐怖的一个东西，或者说我听到的另一个层面，可能病不是最可怕的，可能最可怕是人心。人心的，如果中了癌症，反而就是更恐怖的一件事情。所以，花花的这一首歌给我蛮多的思考跟想象的空间，也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了。so far 我们 react 这么多歌以来，这样子咯，所以今天我们就推荐了这首歌，希望有看我们的频道跟看花花这个频道的这首歌的人会从这首歌上也有得到更多的不一样的见解，是不一样的见解，还有反而会喜欢上这首歌这样子。今天我的推荐就到这里。好，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话呢，记得要按赞、要订阅、要分享，打开旁边的小铃铛，那我们有新影片出现的时候呢，就会通知你啦。那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Three Musketeers.